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于是这个月我飘了，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，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这配方第一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，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失明，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，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。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，想取一些整砖，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。完这猪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。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，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，只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。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实咋也没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，这回正好没啥事儿，可以发福利。通过拼多多联系到了泰国原产地，准备了上万斤的金枕榴莲，1块钱就有机会秒杀到5斤重的榴莲，基本都是五房肉，香甜软糯，而且味道香浓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只要链接在就是还没抢空，你们抓紧去掏它。我还做2盒烤榴莲，等会儿夹着烤乳猪一起吃。然后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开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，问题这猪10来斤呢也举不动啊。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，原本是打算一只烤光皮儿，一只烤麻皮儿，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，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。来个小猪腿，再蘸上酸辣酱，我天哪，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，最后都得摔个盘子，但我也没舍得。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后，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。敲完这一锤，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，这才8月份呢，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。天暖和了，要开化了，感觉现在东北家庭都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想着把阳台上冻货吃了。这些箱子这礼拜必须全干掉，要我妈又该琢磨买冰柜了。我爸头2天挖了个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这玩意儿太严谨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浇了2层冰，这开采难度太大了，赶他妈挖矿了。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这玩意儿不比保险柜差。焦带鱼一冬天都没人愿意收拾它，开春了实在躲过去了，让我脖肚分离了。鱼头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铁锅炖了。这排骨因为花纹好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吃，结果冻风干了，再不吃就得喂狗了。还做了寿喜烧和固蛇块，正好借着他俩把冰箱里剩青菜打发了。完今天给去年种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觉得腿肚灌风，我寻思我怎么熏成这样了，完一看裤子烧漏了，这事儿整的他妈锅没10几回，裤子烧坏俩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鹅、煎皮、汁虾、排笋、叉肉、德鱼、剁头、烤鱼、瘦烧，看没看着？这个最有心眼，在那盘上坐哪最合适呢？那叫一个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啊！我们今天买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应该是明年见了，现在开始炫爬干了，然后把灌那些干肠都塑封了。我本来其实剩挺多呢，我建议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赶紧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奖那个姐们的给寄走了。10天之前还是这么一大盆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了，但我估计这10来斤也够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这样吗？多的时候使劲吃，越剩少了开始越不舍得吃了，放到最后全他妈坏了。哎呦啊，这川锅底儿也没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招了川锅底儿。早上他安排我去买海鲜，他买酸菜。我说咱俩一起去买海鲜呗。他说不行，买酸菜重要，买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点养老金都要捂出蛆来了。我就纳闷，我一个独生子，他怎么想不明白呢？还是我妈实在，我买东西回来发现她给我找个这么大盆，我说我也不是上货去了，至于吗？但这个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东北的海鲜川锅底了解一下。我实在没想到这大铁锅居然有小的那一天，这只没挤进去的让我们包饺子了，这只一直在锅里煮着，主要是给酸菜借借味儿。这只是我姑，大伙都在那吃虾呢，她干一盆虾片。
好在我弟没随他呀，上来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虾。这家伙3口一只虾，吃的自己直上头，完了又干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，这玩意儿零糖零卡不怕胖，还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你说吃着海鲜喝着外星人，1斤称不长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们家这些活爹呀，说愿意吃饺子，全回屋包饺子去了。时间过得飞快呀，他们再出来天都黑了。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说今天到这吧，这给我二哥急的呀，说别介呀，生蚝还没下呢。你说他包2个小时饺子，他不惦记，他惦记外面那点生蚝。这帮夜猫子越吃越饿呀，这羊肉馅和螃蟹馅都汆成丸子了，这盘白肉也全下来了，就连这痛风的饺子汤都呼呼喝呀。我说这不是向往的生活吗？我爸问我啥意思，我说就一堆城里人跑山里冻得嘶哈的，还整挺快乐那出的意思。奶想吃沙琪玛，完了跟我爷上超市了。你说现在出这玩意儿没他妈一个正经味儿的，全是什么芝士的、蛋黄的，就是没有原味的。我爷说凑合一口行不行啊，掌柜的？我奶说那肯定不行啊，宁缺毋滥，你不懂啊。蒸了几个你们爱的我的这个奥尔良鸡腿包，剩点圆葱也放了，但奶说照那个大肉粒包的还是差了一丢丢。然后做了个蒜香鸡翅，炒了个松仁玉米。这个松仁玉米啊，是有卖扒好的松子的，我他妈不知道，我安排我弟刻到早晨4点。哈尔滨现在已经零下了，直接过冬了。给奶做了一锅鱼羊鲜，但这玩意儿1年做不了2回，真不如那骨棒和肘子做的顺手。而且这肘子一出锅，我勒个去，有些事儿真不怪我奶。我弟说撒谎儿子，现在帝王蟹、龙虾看着真迷糊，但肘子多的都想来一口。这一和面，厨房造的干埋的，得亏有这个云米智能洗地机 Cyberlight 清扫那招，它是活水自洁滚刷，不会越涂越脏，干湿垃圾都没问题。而且它这个边框特别窄，死角也给你一下干掉。主要管道滚刷还有自清洁功能，垃圾收进来都是分层过滤的。完我发现1机2用啊，这不光擦地还能逗猫，怎么回事呢？来吧，提香香了，蘑肉、山马、蒜翅、牛螺、大骨、酱豆、奥包、松玉、煎肘、清炒、鱼羊。这天太冷了，给我弟整没招了，给棉被掏出来了，捂着半天，最后带着贝宝地、地宝娣的队形走的。好在还没凉，我奶先干了一碗饭，然后要跟我爷分一个包子。奶分包这手法绝对有说法。我爷吃上之后问我说：“你这洋葱馅包挺有味儿啊。”我今天早上给我奶就送点水果，完我奶说这2天有点牙疼，晚上要有饭的话整点软和的，但是特意强调了啊，是牙疼不是胃疼，肘子别耽误了，炖烂乎点就行。最近莲藕不错，给我奶做了一盘鲜藕丸子，这个真特别好吃，你们要有孙子也让他给你做一下子。完了蒸了不少金头巴脑馅的包子，给我奶压的都非常烂乎，没牙也能吃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们同学听说有这包子，打3个小时出溜滑来的，着急忙慌吃了4个包子，又打3个小时出溜滑回去了。下大雪了，给奶多囤点口粮，炒了一个古早蛋糕，正好泡着奶吃，还炒了一盘肉松。就这点肉松，我弟撅那扒了2个多小时，我站那炒了1个多小时。我说奶呀，孙子和外孙子不能做到更多了，俩20多岁大小伙子折腰给你炒的呀。头2天给钱老丈邮了200斤大米，换回来这个起汁凤爪的配方。完了，看我那大米挺值钱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又在京东超市给我买了1箱生食鸡蛋和1箱干拌饭。这生食鸡蛋直接敲碎了就能吃，生产过程有非常严格的标准。咱说买生活用品和新潮好物，那必是逛京东超市啊。低至11块1毛1呢，那叫美好生活一站式，京东超市超省事儿。我弟说这干拌饭给我留着半夜吃吧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钱老丈人还挺懂我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肉蛋豆、金巴包、汤肘、排玉糊、肉土泥、豉爪、虾稀、藕丸、松、骨糕、疙汤，这就往奶家去了啊！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。我今天领你们看看我大哈尔滨的冰糖万物啊！先看一首冰糖大树，再看看这个冰糖树叶子，还有冰糖早餐车、冰糖大铁门、冰糖小路灯、冰糖电线。这一口是枸杞亲测啊，说还没太到时候，稍微有点淡。那些说要来哈尔滨找我干饭的朋友们，抓紧吧！就这么说吧，雪已经不小了，我和大哥都准备好了。